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万箭穿心，迪丽热巴战损美学封神，这演技谁看谁破防。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思慕在《白日提灯》中的演技已多次出圈，从伪装柔弱的贺小小到睥睨众生的鬼王，每一次切换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但最让观众心碎与震撼的，或许是那个堪称战损美学巅峰的场景。当万箭穿身而过，这个活了400年的鬼王，用一具没有痛觉的身体，演出了人类都难以承受的破碎感。是剧情杀还是必由之路？从开篇就奠定的基调里，赫思慕的宿命早已埋下伏笔。他天生没有五感，看不见色彩，尝不出味道，世界对他而言只有黑白孤寂。迪丽热巴通过飘滑步伐、空洞眼神诠释着这种非人状态。一个活了400年的万灵之主，职责是白日提灯，替灵开道，却偏偏遇上了能让他通五感的少年将军段须。这种设定不是偶然，而是悲剧的必然。当一个人习惯了400年的黑白，忽然尝到了色彩的滋味，他就再也回不去了。段须腰间佩戴的破望剑，是300年前以母亲手铸造的灵剑，两人因此结下五感互通、命里相连的契约。赫思慕想借用段须的感官体验人间，段须则借此许愿收复山河，天下太平。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建立在交换上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暗藏着危机。为了接近赫思慕并借他的五感体验人间，段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人五感互通，他受伤他会痛，这种痛感相连的设定，让每一次为保护他而受的伤都加倍虐心。鬼王的担当从未只是一句空话。作为统御人灵两界的万灵之主，赫思慕宣言他是我的解咒人，是我的所有物，掌控着契约主导权。但当危机真正来临时，这种掌控背后是对责任的清醒认知。剧中带男主参观22任前任墓地威慑对方的情节，看似疯批，实则是在提醒对方也提醒自己这种关系的脆弱本质。对段须的情感升华，或许才是这出悲剧的核心。400年的无感人生，被少年将军的一缕暖意打破。正如作家廖一梅所说，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安详。可一旦尝到被爱的滋味，就再也无法忍受孤独。赫思慕尝到了，所以他再也回不去了。当万箭穿身而来，迪丽热巴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层次化痛苦演绎。第一层，受创瞬间的生理性惊愕。即便是一个没有痛觉的鬼王，面对突如其来的物理冲击，身体也会有本能反应。迪丽热巴的设计很微妙，她的瞳孔先是骤缩，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接着身体微微震颤，不是疼痛的痉挛，而是某种被打破的震惊。这种震惊比疼痛更残忍，因为疼痛至少是能感知的，而这种被物理侵入却感觉不到的错位感，才是真正的非人折磨。第二层，承受过程中的坚韧与破碎感。箭矢一支接一支，他的身体开始摇晃，但眼神里的光没有熄灭。这里有个细节，迪丽热巴让他的眼球微微充血，这是他在没有痛觉的情况下，身体依然会产生生理反应的体现。他的手指先是攥紧，然后又无力松开，仿佛在确认什么，又仿佛在放弃什么。紧咬的牙关，绷紧又无力的肢体语言，展现的是鬼王的尊严与肉体承受极限之间的拉扯。一个不怕疼的人，为什么要表现出痛苦？因为那痛苦不是给他的，是给段须看的。第三层，眼神戏的终极情感爆发。最绝的是他望向段须时的眼神，那里面复杂的交织着太多东西，有决绝的成全，有温柔的告别，有不舍，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甘愿的无悔。
迪丽热巴让这种眼神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让观众能够解读出每一层含义。他在说不要过来，他在说活下去，他在说我不后悔。央视网评价迪丽热巴从甜美女主转型暗黑战士，这话在她战损戏的表现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她仅凭眼神与微表情完成3种人格切换，如贺小小韵写实的瞳孔震颤，乔燕转刀邪笑的微动作，将疯批美学推向极致。这种去妆造化的表演被赞为细节控的胜利。这场戏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片段，离不开制作团队的匠心。镜头语言的叙事与抒情堪称一绝。慢镜头在这里不是滥用，而是必要，它延展并放大了那个痛苦瞬间，让观众有时间去感受每一支箭穿过的轨迹，有时间去观察贺思慕脸上每一丝细微的变化。特写镜头聚焦在他充血的眼球，颤抖的嘴唇，逐渐失去力气的指尖，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的特效都更能打动人。镜头在贺思慕与段须之间的切换也极具巧思。当贺思慕受创，镜头会立刻切到段须惊恐的脸，然后再切回贺思慕，再切到段须试图冲过来的动作。这种来回切换强化了悲剧张力，让观众既能看到施暴者虽然可能是无形的力量，又能看到受害者的痛苦，还能看到旁观者段须的无助与绝望。声音设计的氛围营造同样出色，箭矢破空的凌厉音效带着一种非人间的锋利感，不像真实的箭，导向某种灵体的攻击。受创时的特殊音效很轻，却格外刺耳，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内部碎裂的声音。背景音乐在这里选择了消隐，只剩下一片死寂，这种死寂比任何悲壮的音乐都更让人窒息。CG 特效的视觉奇观则将无形的灵体创伤转化为了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有信息显示，贺思慕的红衣战袍上镶了2000克仿古琉璃珠，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在这场戏里，这些琉璃珠在冲击下似乎也在震颤发光。当箭矢穿身而过，不是鲜血四溅，而是灵体光华震荡，一刹那是一种凄美的消散，像烟花在夜空绽放然后凋零。制作团队试图用技术把抽象的五感互通概念变成观众能直接看到的画面。在贺思慕没有五感的时候，画面是黑白的，当他通过契约共享了段须的感官后，画面会逐渐渲染上暖色调。推测在这场戏里，这种色调变化可能也会出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逐渐褪色，象征着感官的获得与即将失去。开播仅15分钟，站内热度就冲破了22000，1小时后直接飙到23552，刷新了平台年度开播纪录。这是白日提灯交出的成绩单，而万箭穿心这场戏无疑是其中最具传播力的片段之一。抖音上用户自发创作的二创视频数量达到了15万条，削木剑、撒纸钱、红衣鬼王捏下巴这几个片段成了传播最广的热点。虽然直接关于万箭穿心的传播数据没有明确显示，但可以从整体热度推测其影响力。相关话题单日阅读量据信超50亿，网友评价美到极致，生出鬼感。建模成热巴这样才配称女鬼。观众的情感共鸣也形成了独特的文本景观，虐到肝疼，演技封神，不敢看第二遍。从此古偶虐恋有了新标杆。这些评论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触点，有人被表演打动，有人被剧情虐到，有人被美学震撼，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感受到了某种深刻的冲击。二创的多样性也印证了这一片段的成功，从音乐创作到短视频混剪，从梗图文案到模仿挑战，贺思慕这个角色激发了大量的创作灵感。网友将贺思慕摇头变童片段做成模仿挑战，
将我的法度不可忤逆做成热门表情包文字，甚至在文旅为贺思慕卷起来话题中，各地文旅账号以点亮人间烟火，呼应角色渴望感知的设定。贺思慕的牺牲与角色成长，在这个场景里达到了顶峰。一个活了400年的鬼王，从强大但疏离的神性存在，经历了五感的觉醒、情感的萌动，最终在这一刻完成了向更具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人或鬼的蜕变。这种蜕变是痛苦的，甚至是以毁灭为代价的。中国古典悲剧美学讲究将美好事物毁灭给人看。贺思慕的美好在于他刚刚开始的人性体验，他开始尝到甜味，开始感到温暖，开始懂得牵挂。而这些刚刚萌芽的美好，就在万箭穿心中被推向毁灭的边缘。但毁灭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开始。推测这一劫难对他后续的性格、能力及与断续关系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他可能会失去部分能力，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但也可能因此真正理解了人类的痛苦与坚韧，完成了从非人到类人的转变。爱情主题的极致表达在这里被推向了某种极致。爱情中的牺牲主题古已有之，但白日提灯的处理有着独特之处。贺思慕的牺牲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选择；不是无知的，而是清醒的认知；不是浪漫化的，而是带着血与痛的现实。他超越了生死，用一句我的法度不可忤逆宣告了主权，又用万箭穿身践行了守护与成全。这种爱契合了观众对极致浓烈情感的审美需求。在甜宠剧泛滥的当下，观众渴望看到更复杂、更深刻的情感表达。贺思慕与段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他是鬼王，他是凡人，他活了400年，他才短短数十年。但正是这种不平等，让他们的爱有了更丰富的层次，有掌控，有臣服，有索取，有给予，最终在牺牲中达到某种平衡。悲剧美学的当代感染力在这场戏里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将美好事物毁灭的方式，在观众心中激发了强烈的怜悯、恐惧与净化感。我们怜悯贺思慕刚获得感知就要承受痛苦，恐惧这种命运的无常与残酷，最后在情感宣泄中获得某种净化，仿佛跟着他一起经历了这场劫难，然后重生。万箭穿心这场戏的成功，是精彩原著基底、演员巅峰演技、精良制作技术与深刻情感主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仅是白日提灯的一个高潮片段，更是整个剧组创作诚意与艺术追求的集中展现。迪丽热巴用她的表演证明了一个道理：美貌可以是入场券，但演技才是通行证。她从贺小小的柔弱到鬼王的威严，再到战损时的破碎，每一次切换都精准而富有层次。而制作团队用27套手工戏服、4万平方米的人间场景搭建，精细的特效设计，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奇幻的世界。这场戏最戳中你的是哪个瞬间？是眼神里那份复杂的决绝，还是身体逐渐失去力气的破碎感，亦或是最后望向段须时那个温柔又无悔的微笑？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共同的是我们都记住了那个红衣白发的身影，在万箭之中依然挺立如旗。